好，來看到等一下一些比較搞笑的畫面哦。为什麼耶穌這個時候會一拳打爆川普的頭呢？等一下一起來看。因為川普他踩了紅線不認錯，這時候引發了包括了來自於天主教啊，甚至是共和黨保守派勢力的大反撲哦。紐約時報直接開酸川普，他說現在的川普叫做失心瘋哦，應該要把他彈劾等等的。那美國呢，現在這個 CPI 暴漲3.3%，共和黨期中選舉有人說啊，根本就完蛋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來趕快看到的是，川普他先前不是自己 po 了一張 AI 的圖嗎？好像把自己比擬做耶穌哦，然後可以幫別人治病。那當然了呢，後來他就覺得這個引爆了太多的爭議，就自己把這個畫面給直接刪除掉了。那他說呢，激進左派的瘋子可能不喜歡這個，因為他後來又做了另外一個圖，他認為他自己就是一個醫生，但是呢，他說他們這些左派瘋子可能不喜歡，但我覺得這樣是很不錯的。結果呢，伊朗方面是立刻又生成了另外一張圖片，這張圖片呢是川普的背後有一道光，那這光呢就是耶穌自己下凡。耶穌下凡之後，用他的手就打了一下川普的頭，把他打爆。我說醒醒吧，然後呢，把他推向這個充滿岩漿的地獄之中。許多的反川普人士看到這張照片，就覺得說：哇，你這伊朗呢，把這圖片實在做得太生動，做得太好了。那確實，現在呢，美伊雙方呢，在網絡上面掀起了各種的論戰，並且呢，就是做成了各種的動畫片。來自伊朗這邊也特別做了一個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圖片，是以樂高來發布呢，對於這一場攻擊，伊朗持續的狂轟這個美國，嘲笑美國的這一場攻擊。好，另外一方面，川普跟教宗啊持續的槓上。川普再次的說呢，教宗你在犯罪問題上面很軟弱，在外交政策上面更是糟糕透頂，還要記者說你去跟教宗說吧。伊朗政府殺害了42000多名的抗議民眾，教宗則是繼續的回應川普，但是他只是簡短的說，他尊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敬拜方式跟生活方式，希望大家能夠和平共存。看起来是不願意再跟川普繼續的打嘴上的這一些唇戰了，所以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川普自擬彼為神，現在掀起了一系列的爭議。川普同時得罪了基督徒，也同時得罪了天主教徒，哈，這個是很不可為的事情。因為在歐洲的國家啊，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其中以像意大利啊、像法國，還有像羅馬尼亞、波蘭等這些哈。他們的天主教徒是比較多一點的，那當然也有一些是東方正教的，可是另外一些就是屬於基督教的，啊，像英國它是國教改革了，還有德國他們也都是比較多的，除了天主教以外，還有一些就基督教。在美國來講就是基督教為主，福音派佔比較大的部分之一，還有浸信會的等這些基督徒，還有一些就是天主教徒了啊。那佛教徒是比較少。那歐洲的穆斯林啊，每一個國家都有幾百萬啊。那問題就在於，今天川普第一個他先批評教宗說沒有我你根本當選不上，這個是對天主教的一種羞辱。因為天主教他們本身要誕生一位教宗的時候，那個程序是很繁複的，而且是很莊嚴的、很慎重的。那我們也都知道，有很多信徒都會守在梵蒂岡的前面，就等那個冒煙。那等到冒煙出來了以後，他們才確定說哦，選出來了，選出來，所以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而且非常的嚴謹。川普把這個事情變成說沒有我你根本選不上教宗，這個對所有天主教徒的一種侮辱、羞辱，沒辦法接受。所以後來連梅洛尼都不得不表態了，因為不然的話，梅洛尼他在他的意大利來說，他的地位就不保了。另外一個部分裡面，他把他自己比喻是耶穌，因為耶穌本身在新約裡面有一段話，就談到按手禱告的事情，因為他能治病。那這個治病中，他的方式有一次他是用按手的方式，這一按手禱告，然後那個病人就起來了。那這個在耶穌的在新約的記載中都有很明白，寫得很清楚。所以以美國或者以歐洲，特別是以美國基督徒為主的這個國家來說的話，那這個連保守黨的人都沒辦法接受了，因為我們都知道保守黨的 MAGA 很多都是基督徒、福音教派的比較多，還有底層的人比較多啊。那
你想想看，這些人一看到說你川普把自己比喻你是耶穌的時候，他們當然沒辦法接受，沒辦法接受川普。既然你撤文撤圖了，那就代表你做錯了，結果你還是不肯認錯，不肯認錯還要死鴨子嘴硬，一定要硬幹到底。那你想，對於美國這樣的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對整個歐洲都覺得他是不是瘋了？啊，你同時得罪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那你在西方你怎麼混啊？所以這個是目前來講，只有這個狂人才做得到。好，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酈將軍又怎麼看現在各種的社群宣傳、輿論戰等等。所以這個兩國交戰的時候，這個我們現在叫輿論戰啊，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一種宣傳戰或者一種心理戰，是非常重要的哈。為什麼很重要？第一個，你要爭取國際的支持。那第二個，你也要爭取自己國內民眾的支持，這個很重要。民众若不支持你的話，你這場戰打不下去。孫子兵法有說一句話，我還要講孫子兵法：道者令民與上同義，可與之生，可與之死。所以說這是這個輿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個他要鞏固自己官兵的心理士氣。第四個要打擊對方的士氣，所以基於這以上種種，你看對戰爭來講，這無形戰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我認為這一次這個伊朗在這方面做的確實是比美國好。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包括到他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川普你做這些影片，你這個把自己當成耶穌，全世界都在罵你，所有的這種信奉天主教，不只是信奉天主教在罵你。只要心裡頭有神的有宗教信仰的，都會認為說你不應該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境界。但是我們反觀這個伊朗這次他用了這種輿論戰的方式，他是用樂高積木的方式來做輿論戰。那樂高為什麼他要用樂高？他第一個它是一種世界的語言，你說叫所有小朋友都知道樂高積木，所以它是一種世界語言。那他如果說用這種方式做宣傳的話，是不是全世界馬上就可以讓全世界都了解都懂他的這次作戰的意義跟目的他為什麼要打這場仗？當然，第二個我覺得用樂高來講的話，這個它的是容易懂的，活潑易懂。我就讓你說很懂。我跟你講打仗这種宣傳最怕什麼？就是你去講一大堆這個一大篇的道理，一大篇的學問，其實一般老百姓沒有時間給你聽那麼多，也沒有除了是專業的學者會去研究。可是，一般老百姓他只要聽的是淺顯易懂的最重要。所以我認為這個伊朗這次他用電影、用 AI 的方式、用樂高積木的方式，他除了能夠變成一種全世界共同的語言，也讓全世界很快能夠懂，甚至於他自己民众也很快能夠接受。我覺得這一次對美國來講，在輿論戰方面，很明顯的，美國這方面是輸了一截了。尤其是說這個一正一負之間我們看到川普自己搞這麼一出，我覺得你不只是輸了你自己官兵，你全世界也都輸了。好，現在這是來自於美伊雙方這場戰爭打下去，現在看起來輿論戰則是也是越打越起勁哦。另一方面呢，在這個時刻，《紐約時報》就開始說了，他們真心的認為說，川普是不是精神上面開始出問題了？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現在外界，《紐約時報》指出說，外界開始針對於川普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認為說，他其實是表面上看起來是瘋狂的，但是他事實上是精明的。還有人認為就是說，他就是真的瘋了，不用去想其他的選項。那民主黨也說呢，主張應該考慮啟動憲法第25條的修正，以失能為由來解除川普的職務。連共和黨內部也開始出現了非常多反川普的聲浪。再來看到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受到這場戰爭的影響 ，CPI 年增率3.3%，較上月又在增加，能源成本暴增10%，汽油價格年增20%。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共和黨選舉，還有川普會害死全黨嗎？先講經濟層面沒有錯，它這個 CPI 現在公布出來是3.3%，可是核心 CPI 2.6%，核心意思就是扣掉糧食跟能源那糧食跟能源其實反而是這一次這個受到波動的，尤其是能源的部分，大概每加侖的汽油。現在美國人就是一邊加油一邊在罵川普因為漲得太快了，大概平均都到了5塊錢以上，在加州甚至有接近8塊、10塊的那同時你看到就是他們認為今年本來應該如果沒有戰爭的話，有3次降息的機會。那川普是很希望降息來刺激經濟，可是以現在的這情況 ，CPI 的情況、油價的情況，
他們認為到年底啊，大概降息最多1次。那這樣子的話，到年底的時候呢，下半年經濟就會放緩。放緩，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AI 的這個話題會持續，可是到下半年的時候，那個就是 ChatGPT 啊 ，OpenAI 要 IPO。那一般現在預測，它的 IPO 可能不會那麼的受到原先預估的支持，所以呢，會多重的因素之下呢，使得本來的經濟情況就不好。那你政治又搞了一個戰爭，那你又搞了一個總統失能。你不要忘記，他不只是跟教宗吵架哦，他還曾經說我要毀掉一個文明啊。对，哦，那當然，憲法第25條就要取決於副總統。這個副總統萬斯現在怎麼敢做任何事情呢？哦，所以而且川普也把那個就是自己假裝上帝的圖片給收回了，好像感覺上是自己也知道自己錯了，可是他的的確確已經完全不受控了。那因此年底哈，我覺得美國的眾議院的選舉啊，民主黨一定會取得多數。現在搞不好參議院都可能有多數啊，那表示什麼意思？進入到明年的美國的政治哦，川普會第3次被彈劾。